美总统拜登特别花2天访问波兰，中途参与正在举行的美乌外长防长会谈，是临时起意还是早已安排好的戏码？ For God's sake, this man cannot remain in power. 拜登在波兰发表演讲，意外说出不能让普京继续掌权。白宫紧急澄清，背后是否还有对俄新动作？美宣布援乌新清单，泽连斯基为何仍质疑北约军援不够？想要战车战机的乌克兰在策划怎样的反击计划？借3大峰会，美与西方国家密集发表联合声明，出台对俄新制裁，能否有效整合反俄阵线？美要求彻底断绝俄罗斯能源供应，欧洲国家为何不答应？俄要求能源交易用卢布结算，孤注一掷，让欧洲如何抉择？欧洲要考虑的是它能不能应对这个目前已经高涨的天然气所引发的这种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危机。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需要考虑的是会不会真的推动了欧洲破釜沉舟的勇气。我依靠制裁，俄罗斯立刻望风而逃，迎风瓦解，这个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俄方高调宣布，第1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到底俄军是主力进出，还是留有余地？目前打谈谈是否符合俄早先行动计划？乌克兰谈判态度反反复复，普京下一步还有怎样的规划？在第2阶段的军事行动中，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会，可能也是整个这个战事当中，俄罗斯在乌东2个共和国之外，会全力争取拿下的唯一的一个主要城市。马里乌波尔战况激烈，俄军早早围城却久攻不下，问题出在哪儿？挂着纳粹德国亲卫队第2师标志的乌克兰亚速营给俄军制造了哪些麻烦？俄军为何对马里乌波尔战略位置格外看重？在军事上，在地理上，这个城市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马里乌波尔有顿涅茨克最大的钢铁厂。美不断渲染俄即将展开生化进攻，莫须有的罪名是否已经写好了剧本？20年前侵略伊拉克的一管洗衣粉闹剧会否重演？俄持续披露美国在乌生物实验项目猛料，这次竟扒出资金链有拜登儿子参与，又会对冲突走向产生何种影响？相关生物实验室的致命病毒的扩散物体正在越来越多的浮出水面，这也可能成为各方寻求战事尽快冻结并且进行和平谈判的一个促进剂。俄核威慑战备状态仍然有效，白宫秘密组建老虎队研究应对俄军的核行动。乌克兰更是重提拥核幻想，在欧亚大陆分界线上，到底谁在制造核恐慌？同时呢，他还要通过这种散布恐慌的方式呢，进一步去团结或者说鼓动他的欧洲盟友呢，支持他的战略目标。俄乌冲突进入第2个月，不仅没有停火趋势，在美国及其盟友干预下的谈判进展更是不顺利。上周，美国总统拜登亲赴欧洲督战，给俄乌局势又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北约特别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首次将对乌网络技术支持摆上台面，相当于集科技与情报于一身，加大对俄信息战力度。让美国开心的是，北约成员国同意大幅增加军费，直到各国军费开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而用力最猛的一点是，北约决定在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增加部署4个战斗群。这4个国家当中有3个与乌克兰接壤，保加利亚与乌克兰也仅隔海相望。这也意味着北约在欧洲东部地区，从北部的波罗的海直到南部的黑海，终于形成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闭环。3月25号结束布鲁塞尔峰会之旅的拜登前往波乌边境城市热舒夫，然而在向驻扎在此的美国士兵发表讲话时，却意外泄露了美国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And you're going to see when you're there, some of you have been there, you're going to see women, young people stand in the middle of front of a damn tank, just saying, I'm not leaving, I'm holding my ground. 直播画面一出，舆论哗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尽管他没有具体说出华盛顿将派遣美国军队到乌克兰，但这段讲话还是泄露出美军事力量已经潜伏乌克兰。随后，白宫发言人立刻出来澄清，表示拜登不打算派兵前往乌克兰，美国总统的立场没有改变。
随后，拜登又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指出这场战斗不会在数日或数月内取胜，需要为长期作战做准备。他更出人意料地表示，不能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掌权。For God's sake, this man cannot remain. 美国可能并没有真正去谋求俄乌冲突的缓和和和平解决，它的优先事项仍旧是优先去削弱俄罗斯。此前，波兰政府在媒体管控、环境政策等领域受到美国多次批评。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波关系冷淡，导致波兰政府也多次对美国外交政策表示不予配合。但随着俄乌冲突升级，将波兰推到对抗俄罗斯的最前沿，成为美国与欧盟的共识。波兰不仅在北约和欧盟中对俄态度强硬，主张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还推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扣留俄罗斯大使馆资产、封禁俄罗斯大使馆银行账户等一系列举措。据波兰共和报报道，波兰各界都期待通过拜登来访得到美国的部分承诺和保证。很明显，这个冲突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像波兰这些国家在这个北约中的这种重要性。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在冲突中的立场其实越来越朝着我们说中东欧国家的诉求的方向在发展。不少国家援乌武器装备线，如果美国要履行今年向欧洲额外供应15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承诺，就只能挪东墙补西墙，把原定要运往韩国和日本等地的天然气转运欧洲。当然，他们最为关心的联合声明里面提到了未来的供气规模，提到了尊重市场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基本原则，包括我们说供需双方合作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些呢，看下来，貌似价格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关键是能不能替代俄罗斯对他们提供的这个天然气的规模，这个我想是最主要的。一边，欧盟各国仍然未能就彻底断绝俄罗斯能源供应达成一致；一边是普京摆到面前的反制措施。就在拜登开启欧洲之行的前一天，普京宣布将天然气出口到不友好的国家时改用卢布支付，并表示俄罗斯会继续按照合约供应天然气，唯一的变化是支付的货币。中央银行和政府将有1周的时间来确定天然气进口商在俄罗斯国内市场上购买卢布的程序。此举引发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跳涨，卢布也突然上涨，几乎抹平了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卢布贬值空间。欧洲要考虑的是它能不能应对这个目前已经高涨的天然气所引发的这种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危机，这是他需要考虑的。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需要考虑的是会不会真的推动了欧洲破釜沉舟的勇气，从而丧失了它最大的还能够和欧洲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这样一个政策杠杆。前面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欧洲问题专家金玲认为，欧洲仍希望寻求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尽快停止冲突。法国和德国都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就是说至少他是在这个问题上是立场和美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是愿意考虑到，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普京对于我们说的整体安全的这个逻辑的，就是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它是不安全的。对于如何定位俄罗斯，目前是除了是安全威胁这个共识是有的，但是接下来怎么把俄罗斯纳入到这个欧洲的安全结构中，这一点欧美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好，我是克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现场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克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与我们共同在线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北约、G7和欧盟在同一天召开峰会，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如此紧迫的会期说明了什么？是否表现出西方面对俄乌冲突的不安和焦虑呢？崔先生，近段时间以来，实际上无论是在北约内部还是在欧盟内部，围绕着该对乌克兰提供何种支持，以及目前提供的支持是否需要升级，以及这个美欧之间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尤其是能源经营方面呢，都出现了不小的分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拜登呢是希望借这3场峰会
一方面呢，来进一步表明美国的立场，比如说要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下决心进行所谓的保卫北约这样的一个目标。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其实就是能源禁运了，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欧洲无法达成一致。这次3联峰会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成果。那么从这一点看，是否可以说美西方还是难以做到真正的团结？沈先生，这个我觉得跟团结不团结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你这个团结指的是政治上的团结跟一致了。但其实现在有一个词大家不怎么说了，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叫复合相互依存。它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那儿做生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说实话，这个东西从西方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就西方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你要让他们用什么政治上的团结去对抗这种东西，就等同要求他们自己去对抗自己的本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现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在我看来就是交差，就是糊弄，就是应付。但你说他那个制裁吓不吓人呢？那肯定是吓人的。那你说他这个制裁能不能吓死人，把俄罗斯达到这个目标呢？短期跟中期来看呢，它肯定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说我一靠制裁，俄罗斯立刻望风而逃，迎风瓦解，这个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到底，现在面对乌克兰的局势美国还在拱火。换句话说美国是会让俄乌冲突一直持续下去，以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和欧洲呢，还是说会达到一定程度就收手？这个问题的成立，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这件事情，美国就像个水龙头一样，随时可以开，随时可以关的。我个人觉得呢，现在美国没那么大影响。怎么样打下去，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这个决定权实际是在俄罗斯手上的。美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达成他的目标，就是俄罗斯说我要占领整个乌克兰，美国说那行啊，你去玩吧，我就在下面给他们的游击队输血，甚至我让波兰那边打开边界，让他们在游击队在这儿设立补给基地，打累了就到我这儿来补给，有兴趣的就到你这儿去打一下。所以呢，我觉得下一阶段实际上取决于这样几块。第一块呢，就是你看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在乌东，就是顿巴斯区能够实现它的军事目标。说有些西方的人就建议乌克兰把它的军事力量从顿巴斯那边从第一线开始往后撤到第二线去。有人就说这个就是出馊主意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之所以在东部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就躲在大楼里不出来。这个大楼呢，就是像他们说的，就老百姓跟他混到一起，他不放的。但是如果你不出来呢，你困在里面，我就好整以暇，我就困你2个月3个月嘛，你总归会弹药会打光的，因为你东面西面的援助装备你根本进不来。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俄罗斯的态度来说，他还没有陷入到美国泥坑去的这种挑战。说实话，现在美国也没这能力。现在在欧洲那边呢，还有更加微妙的。今年5月份法国要选举，法国选完了以后呢，马克龙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德国表现出态度其实是很微妙的。未来也许会看到欧洲慢慢的会在这个问题当中慢慢的认清自己真实的利益所在，在安全结构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不可分割安全的那种总体性的安全结构。那到最后如果说是那样的话，中长期来看，真正要感觉到不舒服的，所谓产生输掉感觉的，就会变成美国，而不再是欧洲。正当美西方炒作俄军伤亡人数时，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发布会。俄国防部公布相关战报称，过去这1个月，乌克兰军队的人员损失约为3万，其中1.4万人死亡，1.6万人受伤。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俄方共有1351人阵亡，3825人受伤。这是3月2日以来俄方再次更新相关数据。不难发现，美西方渲染的数字与俄方公布的数字相差甚远。对于进展情况，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正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中，总体上第一阶段行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3月14日以视频方式开启的俄乌代表团第4轮谈判终于有了后续。
俄乌代表团27日宣布，新一轮的面对面会谈将于3月28日至30日在土耳其举行。俄国防部在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被显著削弱，使得俄方能将主要精力聚焦在主要目标及控制顿巴斯地区上。俄国防部这一说法被普遍认为是俄军有意改变进攻策略及缩小进攻目标，同时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目前，俄罗斯支持的顿巴斯地区武装已控制卢甘斯克93%的区域和顿涅茨克54%的区域。俄军之所以调整策略，半岛电视台认为这也跟一个事实有关，即俄罗斯军队的后勤系统针对多条战线上的补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英国卫报3月23号报道指出，俄乌双方军事供应都在耗尽，但俄罗斯仍有优势。目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转变为对乌城市的持续围困。眼下，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包围，这里已成为双方交火最为激烈的地方。据俄媒报道，在马里乌波尔，俄乌进行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巷战，双方不得不围绕一栋楼，甚至是一个房间展开激烈争夺。在这里，乌军拥有一支名为亚速营的特战分遣队，这支由2000至3000人的部队使用形似狼之钩的徽章，图案类似纳粹德国的亲卫队第2师标志。亚速军团于2014年由极右翼分子创立，起初在乌克兰东部对抗亲俄力量，之后纳入国家卫队，受内政部指挥。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的乌朗德告诉法新社，在2014年，这个营队确实有极右派背景，由极右派种族主义者成立。亚速军团也非常懂得宣传，时常在社交媒体附上烧毁俄军战车的影片，塑造自己非常能战斗的形象。2015年左右的时间呢，确实也是他是顶住了东部这个亲俄民兵组织进攻的。那么他的战斗经验啊，包括说是他的这个人员的构成啊，也都是非常之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加上他又是主场作战啊，这个本身是大本营。所以说，俄军呢，从前期的轻敌到后期的这个虽然有准备，而且也尽量用各种手段，但是确实可以看出啊，这个亚速营以及当地守军的这个战斗意志和他的这个作战水平呢，都超出了俄军的预期。事实上，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了多久，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就打了多久？分析认为，俄方之所以要拿下马里乌波尔，就是看重其战略地位。首先，在俄罗斯眼中，乌克兰控制的马里乌波尔已成为连接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陆路通道的最后一块屏障。其次，拿下马里乌波尔后，整条海岸线都将掌握在俄罗斯手中，届时俄罗斯将完全控制亚速海，而作为重要贸易出口枢纽，失去马里乌波尔将对乌克兰经济带来新的重大打击。俄罗斯这次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集中的中央的指挥中枢，同时有效的协调这几个方面的包括不同兵种的这个进攻，好像是有这样的迹象。那这个也造成了对于像马里乌波尔这样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一旦陷入这个某种程度的这个城市战争之后，俄罗斯军队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说跟原来预期的还是要稍微弱一些。所以呢，我估计前面困难很大。但是在第2阶段的军事行动当中，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会可能也是整个这个战事当中，俄罗斯在乌东2个共和国之外会全力争取拿下的唯一的一个主要城市。上周，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按计划进行，且将持续到达成既定目标为止。他指出，既定目标包括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成为中立国家，不奉行反俄政策。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军情报部门的说法称，俄罗斯军队被告知必须在5月9日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因为在这一天是俄罗斯胜利日。俄罗斯各地会按照惯例庆祝2战中粉碎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是不是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发出明确的命令必须在5月9号之前终结军事行动？这个我觉得存在一定的怀疑我想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方案，然后5月9号只是其中一个阶段性的终结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的时间节点。目前俄方也给出了双方的伤亡数字。我们首先说对于所有的人员伤亡，我们都深感痛心。那么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俄方公布的数字准确不准确？韩先生怎么看？这个数字我们很难去核定。
乌克兰方面可能把，比如说像顿巴斯的民兵、车臣的武装人员，还有呢像一些雇佣军，只要是进入乌克兰境内的被击毙的，他都认为是俄军的伤亡。所以这样的话就肯定会造成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和俄罗斯方面的统计有一些不同。俄罗斯的数字你如果不相信，你就把它往上调嘛，你无非就是往上乘一个2，乘一个3，对吧？这个已经是很一般来说就是对于加工的加水分的一个合理的比值放在那。综合第一战场态势，第二外围表现，第三一般意义上这个军事意义上的常识。个人我认为就是俄罗斯的公布的战报的可信度比乌克兰方面要高一些。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最后补充一句，就是俄罗斯公布了这份战报之后，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关于乌克兰的这个消息啊，有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英文主流媒体当中，第一次重新出现了俄罗斯的正面消息，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份战报。同时呢，负面新闻当中不再提乌克兰取得惊人战果这回事，就开始提什么人道主义灾难啊，美国对俄罗斯施压啊，金融和经济制裁啊这种事情。虽然北约并没有直接下场，但是外界认为北约实际上为乌克兰提供了信息甚至是指挥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方面的支持作用大吗？你很少看到泽连斯基跟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开会的画面，对不对？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在那录视频，对吧？下面的人呢，就是他分成那种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之间呢用的那个战术通信装备呢，可能是北约战场制式的。那包括他们说嘛，在马里乌波尔，在前线大概连到营这个规模的乌克兰军队当中，他有外国的军事顾问，然后这些军事顾问他自己会带一些地面终端，这个地面终端是可以直接从北约的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里面去搜集一些消息下来的，对吧？然后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些情报上的指挥。然后作用呢？作用它确实起到了迟滞的作用，但是你要指望消灭它是绝对不可能的。乌克兰一边谈一边拖，这个拖字呢，其实也有2层意思，一个呢是想拖时间，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想把北约拖下水。但是美国和北约呢现在就是不下场，那么这个拖字还能拖多久？莫非乌方真的觉得他们拖到5月9号就能赢？沈先生，我个人认为啊，除了一开始他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斩首计划的设想之外，但是在大多数时间，俄罗斯没有认认真真夺取，没有一个认认真真意义上的夺取基辅的作战方案。他不想拿下来。基辅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圈在这里面，让你不去支援你的乌克兰东部的重兵集群。然后我的重点是消灭你的有生力量，消灭完有生力量之后，我还要留着你跟我签条约呢。就乌克兰，就基辅里面如果被干掉了，泽连斯基如果跑了，或者你换一个人上来，我告诉你，最开心的是谁？美国。就之前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美国和北约希望把俄罗斯拖下去，让他陷在泥潭里，就是希望去拿基辅。美国在背后下指导棋呢，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乌方恐怕确实没有能力独立决定战与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崔先生如何看待达成谈判协议的前景？当然，我想呢，接下来美国对乌克兰方面谈判立场的影响呢，实际上它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比如说啊，如果我们设想随着俄方第一阶段主要目标的完成，如果俄方呢在下阶段的谈判过程中呢，能够体现出更大的柔软度，或者说俄乌双方呢，在一些现在看上去比较困难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些妥协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在这个所谓的乌克兰乌克兰中立化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俄乌双方呢在一些局部和技术性的要求方面呢已经有一些共识。如果朝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话，我想毫无疑问，美国想要从背后操纵乌克兰方面然后来延缓谈判，从而让冲突持续的这种企图呢，也会受到作为对乌克兰民众发动更多袭击的理由。Today we agreed to do more, including cyber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equipment to help Ukraine protect against biological, chem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threats. This could include detection, protection, and medical supplies, as well as training for decontamina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同一天，拜登在北约盟友会晤之后，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将做出回应。We would respond. We would respond if he uses it. The nature of the response would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the use. 而对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北约将为部署在东侧的作战部队装备免受化学、生物甚至核威胁的保护。吴健也指出，这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只是一种作秀。首先，防生化的设备更多的是一种探测和预警的作用。至于说很多人群的一种防护，显然是缓不济急的。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俄乌的战事正在重现持久化的状态，很多的地方的平民、军人混杂在一处。别的不说，光是一个疫情防控、新冠病毒的检测等等，都根本谈不上。这种所谓的防化设备的提供，很多时候是一种作秀。巧合的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近日就援引俄罗斯一份军事情报报告称，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向哈尔科夫的索洛切夫定居点运送了80吨铵。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乌克兰安全部门正准备对平民使用有毒物质以进行挑衅。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这应该是一种认知战。当俄罗斯披露大量在乌克兰缴获的文件，指摘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疑似生物化学武器研究，当下美国和西方呢，作为一种反制，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护设备，从而呢把俄罗斯也拉进到这场战争中的所谓的疑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威胁。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大国进行一个混合战争的一个场景下，各国在纷纷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来制造自己有利的舆论场来攻击对方。不过，在美俄关于化学武器的舆论拉锯过程中，3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通报称，俄专家发现了美国国防部直接参与在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部件的新证据，近期俄方将公布原始文件。科纳申科夫还透露，据文件显示，受聘于美国国防部的某制药公司同乌克兰国防部合作，在乌军人身上对未注册的医用制剂进行了系列测试。该药物实验仅在哈尔科夫的实验室就导致大约20名士兵死亡，另有200人住院治疗。另外，美国在不断炒作俄军核武使用的可能性。据美媒披露，由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秘密组建的老虎队正提前推演美国及盟友应对普京动用该国化学、生物或核武器储备的情景。该组织每周举行3次秘密会议，在制定对俄制裁措施、组建北约成员国军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据老虎队成员透露，该组织还在设想北约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俄军进入北约领土，并攻击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援助的车队，以及俄罗斯寻求将战争扩大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邻国的情况。首先一点，美国并不是一个核优等生，就像他在特朗普时代加快地推进所谓的国家的核安全战略，并且降低自己使用战术核弹的门槛。在这里反复地强调俄罗斯的核武威胁，无疑是想把水搅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俄罗斯的核威胁，还有美国的核防护等等，其实无外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谁都无法来追求一个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必须要把对方的安全关切考虑在内。就像我们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要谋求均衡、可持续的、坚固性的一个安全观。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闭合而不谈。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未来美俄很有可能围绕它的核力量的展示
来进行某种妥协。要知道，美国和俄罗斯历年来的交往都透露出一点，那就是越到了悬崖边，双方越不敢再往前迈出一步。其实，西方各国近期也都在忙着测试自己的核指挥系统。据《金融时报》报道，近来美国核指挥和控制网络的关键组成E6飞机的飞行次数也明显增加。另据法国布雷顿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的地方媒体电报披露，法国大约30年来首次将其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中的3艘同时派出海巡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接发出警告，无论各方是无心还是蓄意，只要冲突继续持续下去，全球便存在爆发核冲突的可能。We have a concept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well, it's public. You can read all the reasons for nuclear arms to be used. So if it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for our country, then it can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cept. 实际上，佩斯科夫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人，外媒常把他称为普京的影子。他的表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意志。事实上，就在2020年，普京签署俄罗斯核政策时，他已告知外界，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2大情形，都是以被迫反击作为使用背景的。近日，据国际商用卫星 ISI 国际商用遥感卫星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的机场上战机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战略轰炸机，包括20多架图95MS 和10多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以及少量的其他型号轰炸机。针对西方国家公布的照片，俄罗斯军队公开对外宣称，在该机场上出现的战略轰炸机，包括图95MS 和图160，都是为了备战而来。而且俄方明确表示，机场停放的这些飞机普遍具备发射 KH-55SM 和 KH-101隐形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要知道，这2种隐形远程巡航导弹都具备射程远且精度高的优点，能直接打击2000至3000公里范围内的战略目标，而且也都具备搭载核弹头的能力，是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武器。俄罗斯对自己的核武器的认知就6个字，那就是能用、管用、敢用。就目前所披露的信息看，俄罗斯不排除它动用自己的核运载工具来进行一个核常兼备的一种威慑，以及必要情况下的核运载工具投掷常规弹药的工作，展示它的核打击力量，无疑是对美国和西方以及乌克兰方面进行了某一种心理战。那么另外一方面，随着俄罗斯越来越不忌讳于谈论核力量，有可能使局势向一个更高的烈度来推进。不过，值得关注的是，2月19号以来，乌克兰总统和外交部长都提到了涉及乌核武器问题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这也引起外界对乌重新拥核的疑虑。与多数无核国家有所不同，乌克兰作为曾经的拥核国家，拥有开发和运营核武器的潜力。如果站在乌克兰的角度看，这纯粹是帮倒忙，特别是给俄罗斯进一步的加大战场投入提供了理由。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尽管快速的继承苏联的核遗产，成为世界第3大核拥有国，但是在1994年的1月14号，也就是俄乌美3方签订莫斯科协议，就已经宣告从法理上取消了乌克兰的核地位。尤其在乌克兰国内拆除核武器的过程当中，一是拆除核弹头，第二是销毁导弹和发射井，是做得非常彻底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视频网站上，还有当年乌克兰用起重机去对图160轰炸机大卸8块的镜头，就足以说明乌克兰恢复核武装绝非旦夕之梦。也有分析认为，乌克兰重提拥核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真的为自身发展核武器争取合法性，而更可能是以核扩散作为一种引发其他大国关切介入的杠杆，以迫使北约和美国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北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防生化核武器的装备，同时提供保证网络安全的技术装备。
防生化核威胁做这样的一个姿态有什么意思吗？沈先生，表演，政治表演。因为就是从战场上的这种形式来说，就一般什么人会用生化武器呢？就输急了的人。那你说俄罗斯在乌东地区主动用生化武器，不可想象的事情嘛，对吧？但是呢，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直白的讲，就是叙利亚的白头盔。这个事情呢，俄罗斯早就在防着了。你如果去看俄罗斯的国防部的话，他大概在这次运进去之前1个礼拜，就在国防部的这个新闻里面宣布说，下一步乌克兰可能会使用这个极端分子伪装俄罗斯部队去进行核生化袭击的方式来把世界和美国拖下水。那就是双方这种心理战、这种战场情报的这种威慑和互动啊，都在做。所以这个我估计到后来会成为一个单独的战场，就是说信息战场。这个估计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这样一种在信息和情报上的交锋啊，实际上透露出2个信息。一个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尽管美国没有下场直接和俄罗斯展开军事冲突，但是美国从一开始呢，就在认知战信息战、舆论战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对俄罗斯呢进行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攻击。同时呢，他还要通过这种散布恐慌的方式呢，进一步去团结或者说鼓动他的欧洲盟友呢，支持他的战略目标，为他自身呢，接下来在何种方向上去支援乌克兰，或者说去提升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战备状态呢，来制造一些理由和借口。一些美国媒体持续炒作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用小型核武器、化学武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之后呢，美方却很平静，甚至推迟了原定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都在拱火，但是非常注意避免出现核对峙。这后面美国的考虑是什么，沈先生？我跟你说，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态势是很清楚的。就俄罗斯就讲说，你过来惹我，我是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那美国人一看，那拱火拱差不多了，那我就不要跟，我又没真的准备跟，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乌克兰现在要反复的是哪里来的自信，让美国为你打一场核战争？我们也看到呢，中文舆论场上各种意见都有。那么沈先生，您本人呢，其实也已经是这场舆论战战场上的一名战士了。从您个人的感受，这场舆论战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怎么打？讲一个故事吧。这波乌克兰打仗的时候，这个打起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正好台湾停电嘛。台湾停电那几个小时，大家都觉得，我们大陆的这个舆论场清静了好多，很多杠精一般的存在突然就不见了，对吧？我的那个账号下面感觉是很，这个那天早上它是9点钟停电嘛，从9点半开始就没有了嘛，直到晚上7点钟，7点钟一般这帮人发到12点就不发了。结果那天晚上凌晨1点、2点、3点都在不停的发，所有人都觉得这帮人在补 KPI， 对吧？然后第二天新浪微博开始就是凡是带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键词显 IP 地址，显 IP 地址来源，对吧？结果那个东西一来，马上又像停电一样，瞬间就不发了呀。然后接下来就换了一批账号发，然后呢，从内容上来看，说白了就几条嘛。第一个就是吹捧乌克兰，吹捧乌克兰其实是假的。关键问题呢，是为了吹捧美国，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看，凡是抱美国大腿的美国人都会罩着他，所以我们抱了大腿就行。那大家只要去想，谁有这个需求最强烈的嘛，就知道了，对吧？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都告诉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博弈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是弥散的，是分散在各个领域的。然后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大家有坚定的意志，就是恰如其分的看清博弈双方真实的实力。实事求是的理解各方的长处跟短处，然后避免什么？避免对方就动了个嘴，你自己把自己吓死了。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俄博弈升级，西方呢也一直想把中国拉下水。对此呢，中国一直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劝和促谈、停火止战、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做出了积极努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日前，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北约特别峰会声明涉华内容明确指出，北约指责中国传播虚假信息，这是煽风点火。乌克兰局势，中国并不是直接当事方，但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同时，乌克兰局势的外溢效应现在越来越明显，正在由此衍生种种的乱象和新的危机。所以呢，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呢？崔先生，我觉得接下来中方还应该在就这个国际社会如何规避或者说如何摆脱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展开更多的沟通。同时呢，要和其他的一些利益攸关方呢，共同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个单边制裁它的负面效果呢进一步的蔓延和损害。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和平，和平就是一碗水端平。什么叫一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和乌克兰的这个利益都要考量。现在我们政府的这个做法，现行的这个外交政策，就是秉公直断，做公道话，讲公道事，然后劝和谈，劝大家坐下来谈，不煽风点火，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然后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